你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哇塞，这样子称赞我怎么好意思？那么年轻的正妹，你拿出来的是金门高粱，你拿出来的是玉山高粱，你拿出来的是马祖高粱酒，这时候我要怎么跟你交往？不要喝就好了，就艾琳嘛。然后明天要工作，就不要喝就好，一直要喝。人生没有酒怎么行？是啊，所以老师，你70岁了，我们两个都现到70岁啊，看不出来呢。你看起来就大概只有38呢。那你讲话也不要那么38。这种感觉是什么？诚实。背叛。欧阳港生老师严重怀疑自己上错节目了。对，我终于退休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用领薪水啦，我爱喝什么就喝什么啊，你管我，对不对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我让你舒服。漂亮。欢迎收看里奥社长来啤酒，我是里奥。啊，台湾的这个威士忌的市场在整个市场当中占有200亿以上的份额，有没有发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我怎么知道多少钱？哦，非常非常大。因为台湾这个海岛型的国家它接受度非常高，有威士忌啦，有伏特加啦，有琴酒啦，还有兰姆酒。但是第一名的品项就是威士忌，初估超过200亿以上的份额。但是呢，它是由所有的品牌去结合而成的，包括 Johnny Walker 啦、麦卡伦啦，它都在这个200亿里面有一定的份额存在。可是呢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的烈酒品项当中，只有唯一一个品牌，它光这个品牌，它就超过100亿以上。哪一个烈酒品牌？金门高粱。漂亮，就是金门高粱。但是在台湾只有金门高粱吗？当然不止啊，还有马祖高粱，在玉山高粱。对，你看马祖高粱在北纬的26度23分。听到这个时候要掌声鼓励，我讲得太好了。原来这集有观众啊！那你知道吗？金门高粱它前身叫什么酒厂？九龙酒厂。九龙江。哇，你有做功课，那厉害。那马祖酒厂的前身呢？中兴酒厂。好了，那嘉义酒厂的前身呢？台湾酒厂。下一位换一个主持人，换一个主持人，大正株式会社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什么活动呢？谁来忙你的活动？而且今天我们邀请到4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一起共同忙你高粱酒。那第一位呢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中华白酒协会的理事长林威利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华白酒研究协会理事长林威利。这个林威利他厉害，他在去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中华白酒研究院，而且他本身他也是远赴到大陆去考取1级白酒师认证的资格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有多少人考到这个资格吗？多少？不到20个，可能不到10个。台湾不到10个考到，这个那么难哦？非常非常困难，你知道吗？困难到什么程度呢？第一个，你要先到大陆去要干嘛呢？要先有台胞证你才可以过去，不然你就没办法过去考。第二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？付钱，你没钱你就没办法考。就这2个，如果你突破，你有台胞证，你有钱，你就可以去考。是不是还要酒量好一点啊？也不一定，但是你有这2样东西，大家考取的几率有20%，其他就考其他要靠天分，你知道哈。第2位呢，可以堪称是台湾高粱酒国宝级的人，在布袋戏有黄俊雄，对不对？大家在高粱酒呢，就有咱们的欧阳港生老师，欢迎。欢迎。欧阳港生老师他在中原化工系毕业，一开始毕业的时候，他就考到了酒类研究所，就公卖局的酒类研究所。他考进去了以后呢，38年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位置。他从进去到退休都在酒类研究所，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白酒、葡萄酒，就是公卖局里面所有的酒类，他都研究过，全部都研究过。所以是不是国宝级人物？绝对是，绝对是不是？而且我们趁他还在的时候，赶快邀请他来。是包还是扁的？好，那第3位呢，大有来头，前任台湾烟酒的总经理，咱们的林博士，欢迎。大家好。林博士厉害的地方来了，他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。他在当年他也研发了红曲香肠、红曲葡萄酒，还有红曲什么？红曲霸丸，有这个东西吗？真的有，对不对？我们孤陋寡闻这样子。好，那
除了林博士以外呢，再来第4位就是他是业余品饮玩家，终日与酒精不亦乐乎，而且看到酒精他就兴奋。你不要这样讲子。而且他本身呢，他的主要职业啦，活动主持人、瑜伽老师，但是他看到酒却会兴奋，这就是我们业余玩家 Joy， 欢迎。嗨，我是 Joy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高粱酒为主题，对不对？高粱酒在台湾可以算是国酒了。高粱酒这个东西其实那个博大精深啊，我们再怎么研究，你知道越研究越觉得我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。所以一开始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的林威利林老师，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中华白酒研究院？之所以成立这个协会呢，就我们是来推广白酒哦，因为大家知道，想要学习威士忌，你可以找到很多社团，可是要学白酒，哇，没有地方可以学习。所以呢，我就去考了这个白酒1级品酒师，然后找了一群同好，然后找我们欧阳长生老师，成立了这个中华白酒研究协会，就是来推广台湾的高粱酒，还包括大陆白酒，也都在我们研究的范畴里面。请问一下，这个中华白酒研究院，它1年的年费是多少？应该讲入会费3000对，入会费啊，哎呀，这么便宜哦！第1年才3000啊，哦，对，第2年以后就每年费才1000而已。你可以大胆的就邀请想要来参加中华白酒、想对白酒有兴趣的都来参加，大胆的邀请没有关系。虽然频道没什么人看，那这是中华白酒研究院，是台湾第一个因为要研究白酒的协会吗？是第一个，居然是第一个。哇，这是厉害。那我要问的第2个问题就是要问欧阳老师，威士忌它其实有分类，单一麦芽啦、调和啦，还有谷物威士忌啦。对。但是在中式白酒的领域当中，它其实也有分类。但是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分类呢？它是用香气，清香型、酱香型、浓香型、芝麻香型、士特香型。怎么有人会嘴角上扬边伸展筋骨呢？欧阳老师，到底为什么中式白酒是用香型来区分？因为品酒要比赛，那这个不同的工艺、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这个风水得到的这个香气有很大的差别。如果不把它分组的话，品评的时候发生了不公平，有了这个争议以后才分成香气，这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，分组比赛而有香气。承袭刚刚老师所说的，不同的工艺、不同的种类跟不同的地点，它还是有它风土。但是这个风土到底是怎么区分？为什么在东北酿的酒跟在华南酿的酒，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呢？这时候我就要问我们的林博士，就是为什么中式白酒它也有风土概念呢？这个要回归到源头，酒其实不是人类的发明，它是自然界产生的。微生物分解糖分或者分解淀粉，就产生酒精、酒类。人认为，这酒很好喝啊，可是人喜欢喝啊，所以就是想办法把它大量制造。但是呢，理论上是要有好原料又有好的微生物，那在酿酒事物呢才有施展的功夫。在这中式白酒领域当中，其实日本清酒也遇到同样的问题。年轻的消费者他们接受都是威士忌啦或是啤酒，所以高粱酒虽然在台湾现在目前有超过100亿的份额，但是年轻人他感觉就是喝这个老人喝的，对，高粱酒老 Coco， 对不对？这样子可以喝吗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所以我想要问的是 Joy， 就是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。哇塞，这样子称赞我怎么好意思？那么年轻的正妹，你拿出来的是金门高粱，你拿出来的是玉山高粱，你拿出来的是马祖高粱酒，这时候我要怎么跟你交往？我要怎么跟你说话呢？其实我觉得高粱酒有的时候蛮好喝，因为大家刚开始喝一定都会，年轻人一定会从低度数开始喝。那之前是58喝了就就脸就皱起来了，但38的话，你会比较容易接受，所以我觉得高粱酒比较从低度数开始喝，那是年轻化的展现嘛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要细致跟平衡，然后还有带一点甜，我觉得是大家会比较能够接受。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高粱酒的，而且我出社会就已经喝了大概7、8年高粱酒的历史，然后才开始转喝威士忌。然后他没有讲到一个重点，高粱酒其实吐出来是香的。谁要闻？正面放的屁都是香的，吐出来的当然也。但是我们今天重点是什么？盲饮，对不对？我要为4位老师考试，到底他心目中，到底哪一支高粱酒是他心里最爱的？
考试来咯。是3个不同品牌。对，3个不同品牌的高粱酒，目前为止4位老师他们都完全不知道我给他们什么高粱酒。可是我觉得林丹峰老师看起来眼睛发出了光芒，觉得很兴奋。对，他到底什么酒他不知道，哇，很兴奋，哇，这个很像那个早期我们在那个大学时代抽钥匙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了，不要再说那么多废话了，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盲饮环节。对，为什么要换这衣服呢？就不说了哦，就不说了。好，你也不想说，对不对？不能说。好了，我们那个4位专家盲饮都已经结束了，到底呢，各位，我们喝的是哪3款酒？就是我们的马祖高粱5年陈高，以及我们的金门高粱特优，还有玉山大曲59.5度。今天就是盲饮这3款酒。那我们要先问谁呢？一定是先从最资深开始。来，Joey，你个人觉得这3款酒你的感想，先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。1号的话，我觉得它的香气的乌梅香气很重，然后涩感也比较重，但是它的尾韵是消退的比较快。第2杯呢，酸梅感的感觉，然后还有点涩味，然后你喝完之后，我觉得它的酸感会比较突出一点，所以你会在口腔里不断的渗口水。然后第3杯呢，我觉得闻起来的香气比较起来啦，它是比较清香的，然后入口的有凤梨啊，然后它的酸度也是蛮显著，然后先酸后甜，然后会有回甘的感觉。OK， 哦，分析的真好。好，那在第2位，我们就要邀请我们这个理事长。这3支酒，都是清香型的。不是，他在讲废话，是不是？你要哦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台湾不就清香型？你要哦什么？哦含起来哦。台湾烟酒不是只有清香型，它不止清香型哦。但一字排开，前面3支就清香型啊。那不是，是您没有买台湾烟酒其他香型。李奥社长胆敢挑战国宝。这样子到底想怎样？那他主持就好了，他主持就好了，我们就不要讲了啊，奇怪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子对待台湾烟酒啊。好，来，理事长说吧，这3支酒。第1杯我觉得它整体的口感比较不甜，然后带一点矿石味，然后还有这个浓郁的一种稻香，它整体是比较，我觉得它架构是比较简单的，尾韵有点苦的，还有涩的。一些涩味的感觉。那第2杯跟第3杯我犹豫挣扎很久，因为这2杯我都很喜欢，他们在香气跟口感上都很好，就是在伯仲之间。其实他们都有那种很明显感觉到它的花果香气，酒体都有一定的复杂度，可是它都比较甘甜而且清爽，会口齿留香，很利落。所以其实2、3在这个理事长的这个嘴巴当中是伯仲之间，但是他第1支酒他喝起来感觉涩涩的，最后他可能应该是会喜欢涩涩的，因为喝起来涩涩的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感觉不同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呢，我们就要问我们的这个林博士。其实我跟前面2位是没有差太多。第1杯的话呢，我觉得它是属于讲的比较科学化一点，我个人觉得它是比较谷物跟曲的香气呢是比较重。这3杯呢都同样具有那个高粱的乌梅啊、梅子那种酸咸的味道，通通都有。但是呢，它其实是比较单薄，尾韵呢稍微缺乏一点。第2杯的话呢，跟第1杯比起来，梅子的那个酸感呢是比较好，花酵的花果香呢也比较明显，谷物跟那个曲的香气就比较淡了一点。花酵工艺上跟或者是储存时间上，应该会比第1杯稍微长一点。那第3杯的话呢，因为前面2杯喝过，我才喝第3杯。我上面呢觉得那些比较不好的缺点有所补正，因为我个人学微生物，所以想说这个酒的话呢，如果是用花酵的技术。像微生物呢，把它一些谷物上研磨了，像你把它呈现出来，那是工艺上是比较好的。第3杯的话，我觉得它储存时间是比较够的，所以它味道是蛮平衡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林博士刚刚分析的非常好，他刚顺序他喝了第1杯跟第2杯，就有发觉第3杯那个前面那个没有的东西都集中在第3杯都有，这就告诉我们什么，知道吗？其实第1个老婆跟第2个老婆都不行，最后的那个老婆是最好的。所以啦，是第3个女朋友，不是讲第3老婆。对，第3个女朋友会变成他终身的老婆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第4位专家，就是我们的国宝级的人物。对，这国宝级人物我还是要特别要这个介绍一下，他为什么叫欧阳港生？很明显一定在香港出生嘛。啊，是吗？不然呢？但是呢，他讲过，他是在大陆制造，香港出生，输出台湾。那我们来问问看，我们欧阳老师，你自己心目中觉得这3杯酒
它的优劣势在哪里？因为已经过了70以上了哈，70以上的人哦，重点都在结尾了。所以老师你70岁了，我们两个都相信对啊。看不出来呢，你看起来就大概只有38呢。那你讲话也不要那么38。第一支酒哈，尾巴比较干净；第二支酒呢，有它的招香；第三个呢，口味是不错的，但是呢，在闻的时候哈，它有香气不足的一个缺点。但是喜不喜欢是另外一回事哦。老头讲的话可以不听的哦。但我们自己会判断。对啊，老师讲的都是很客观的一些事实。好 ，OK。老师的评比非常简洁有力，这样听起来大概是喜欢。待会就1、2、3一起公布答案，好，看他们心目中到底最喜欢哪一支。好，好，来1、2、3，请公布你们最喜欢的。哇，3、2、3、3，哇，这是一面倒哎。林威利，你觉得3号是哪一支？哪一支？玉山大区，欧阳老师，你觉得哪一支？2号是哪一支？应该是金门高粱。林博士呢？然后我觉得是玉山大学。好，那就不要问了，好吧？我写答案好不好？我已经先写了。第一个就是马祖嘛，第二个就金门，第三个就是玉山大区那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还要盲饮吗？好像谁来明印？对啊，好像都不需要嘛。这感觉那个观众会觉得我们在那边乱搞，那个搞了一个盲饮，然后也没告诉人家答案，结果他们都知道不。是因为他们太专业，他们在白酒界实在太专业了。我们就是随便拿这3支，对啊，他们一下就猜到啦。最怕他们猜错，对啊，猜错怎么办？好尴尬哦。猜错他就把当年那个台湾烟酒员工证缴回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公布答案。请问第一款酒是谁？第一款酒是谁？马祖高粱，好强哦，他们。那第二款酒嘞？高粱，全中呢！哇，这太强了！4位专家你看不愧是专家。什么酒在他们嘴巴里面无所遁形？他们的这个舌头哈，我觉得应该要去投保。完全不告诉他们酒的情况下，他们都可以猜得出来，而且他们也讲出他们自己心里的想法。欧阳港生老师他在哪里上班？台湾烟酒，他明明知道3号就是玉山高粱，他还是选了2号金门高粱，非常忠于自己，这种感觉是什么？诚实。欧阳港生老师严重怀疑自己上错节目了。我终于退休了，对不对？我不用领薪水啦，我爱喝什么就喝什么啊，你管我，对不对？我都已经70岁了，对不对？你弄我啊！原来这套服装是要表达这是一段表演警示节目效果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另外3位专家，他全部都是钟情于这个玉山大曲高粱。但是呢，毕竟这是我们尤拉自己去挑的，每一个酒款、每一个酒厂都有它厉害的那支酒。今天只是示范给大家看哦，原来我们1000元以下50度以上的酒款，然后我们随机挑选盲饮，但是每一个酒厂它所出的酒款非常非常多，而且一定有你自己喜欢的那个酒款，你再去买回来，以后就是送给那个年轻辈，因为我们毕竟要提携我们高粱酒的市场，要年轻化，对不对？好朋友啊，去吃热炒啊，这次喝啤酒，下次可以喝喝看高粱。所以每个酒厂都有每个厉害的地方，而且现在目前这一次，4位专家盲饮都是属于他们个人的主观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的立场。好，来这个最后的时候哈，然后我们就要请4位专家，还有什么话想要跟观众说的？来，我们先请我们的理事长先说。我最后选择的是3号，它真正厉害是它的口感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一般消费者在喝高粱酒的时候，不太会去闻它的香气，没有品酒杯，大家都是先干再说，所以其实重视口感跟余韵的表现。它的余韵跟口感非常的温润顺口，我根本感觉不出它有高酒精度。我给他很高的评价，就是我会一直想要续杯。好，来欧阳老师有没有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什么一些想法嘞？这个配比啊，对马祖啊不是很公平。55以上一个组，55以下是一个组，你不能拿50啊去跟58、59，你看那个举重啊，差半公斤就不行了。老师说的是，要我举重我也直接不行了。有人喜欢2号、3号，我跟你讲啊，3号的缺点是在于什么？香气足了，年份足了，但是它的酒体不够丰富，酒体不够丰富哦，所以你玉山大曲再怎么样去卖哈，没有得到什么，没有得到忠诚度。你看麻辣火锅，它的这个锅底很丰富的时候，我就是要吃那一家，我不是去吃麻，也不是吃辣，我是吃锅底。
时候我们是因为那个麻辣火锅店店员很正，我们才去吃啊。那个是盲人干的。我今天一直被攻击，一直中箭。刚刚欧阳老师那个见解非常厉害，不愧是专家，专家中的专家，厉害。他从度数，然后到分析，他都讲得非常的透彻，这就是非常厉害的地方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林博士。我跟欧阳老师是理论上是，因为年纪大了，那欧阳老师在燕酒公司38年，我还比他多了半年，我38年半。不过呢，比较不一样，是我后面的10几年呢，主要不是在做酒了，主要在卖酒。所以说呢，我在评测10号喜好度的时候呢，除了个人喜好以外，我还想说，大部分老百姓是不会喜欢。那我就想说，我们高粱酒其实呢，很少人是单独饮的，一定是大餐嘛。那我选择3号，是因为它大餐是很 perfect， 麻辣啦，菜白肉锅对，或者是台甚菜啦，至说那个东坡肉啊，应该都是不会去重复的。所以因为这样关系，我才选3号。那我们最后要从什么角度？从爱喝的角度，从消费的角度，怎么看这3支酒？好，我想来讲一下为什么我喜欢高粱酒啦。因为我觉得喝高粱酒，如果你明天要工作有事的话，你真的不会宿醉，因为你可能真的是喝威士忌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酒馆 vodka 的话，你隔天头会不舒服。但是喝高粱酒，隔天就是没事一样，然后一醒来还可以去运动。不要喝就好了，就艾丽嘛。然后明天要工作就不要喝就好，一直要喝。人生没有酒怎么行呢？坦白讲，这集节目来宾没有你怎么行呢？好，那也谢谢各位观众，对不对？支持我们李耀社长的频道，我们在未来也会陆陆续续再举办其他的盲饮活动。好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李耀社长的研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